二手车千万不要乱买，兄弟们，如果买的话呢，也一定要搞清楚有没有事故。那今天的故事呢，来自网友 G。小 G 呢有一姐们儿之前开车出事了，还挺严重的，车子没了，手里呢也没多的钱，但车子呢又是他的必需品，所以就去买了一辆二手车过渡着先用。卖二手车的呢跟他有一点亲戚关系。这个车子刚买回来的那天，这个姐妹儿呢就开车来接咱们小 G 出去玩，但坐车里呢不知道是天气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总感觉车里和外面不太一样，凉飕飕的。也问了姐妹儿她也有这个感觉，而且她还说这个车别的都很好，就是座椅不太舒服。明明没有开多久总感觉腰酸背痛的，尤其是颈部的位置，就像是扛这个东西一样。所以呢，他专门从这个网上买了一套靠垫，那只是当时呢还没有到。那很快，这时间又来到3月21号晚上，这姐妹儿临时喝了点酒，那因为呢在这个镇上不远，就喊小 G 去接她。这小 G 呢执拗不过只好呢就骑着自己的电驴去接她。到了之后姐妹儿的男朋友也在，于是呢让她男朋友骑着电动车走，小 G 呢则开车带着姐妹儿回。第一次开这辆车驾驶位呢坐着确实挺难受的，调整了半天，怎么调都不对劲，就感觉板得慌。随口呢发了句牢骚由于也没多远，就想着应付到家就行。但变故很快就发生了。小 G 呢正在专心开车，他姐妹儿突然大叫了一声，直接把手机摔在了中控台上，就扒拉小 G 让他停车他要去开门。小 G 呢也吓了一跳赶紧的踩刹车。一开始呢是懵紧接着就是一肚子的火，你大晚上的对吧？你一个电话让我来接你，开着车你还要捣乱，那出事了怎么办？可是下一秒瞟见他姐妹的手机屏幕这小 G 也蒙圈了。那各位呢应该也都见过，就以前那种老式的电视屏幕，如果出了问题会有那种红的、白的、绿的那种横竖线。按理说现在的手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出现这种情况了，但当时他姐妹的手机屏幕就是那种状态。这个小 G 呢就把车子靠边停好下车之后正准备爆粗口的，就瞅见他姐妹蹲在路边捶胸口喘粗气儿，还时不时的往这个车子后座看。那你这到底什么情况那小 G 呢脾气也不太好，就问他嘛。那姐妹这个时候才说，他刚才呢在车上刷手机，看累了就把屏幕给关了准备眯眼休息一会儿。那关上屏幕的时候呢，他就下意识的照了一下镜子很多人应该差不多有这个习惯就照下脸，想欣赏一下自己的绝世容颜。结果一看，他人傻了，副驾座椅的这个头枕旁边趴着一个小孩正冲他笑呢，这才有了刚才的事儿。当时姐妹呢这么一说，这个小 G 呢也有点害怕，但车子你总不能撂在路边再三思考之后呢，就决定硬着头皮先开回家。那姐妹呢也没招了，只能跟着上车。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主控台上面的镜子给搬到一边。好了，俩人呢也一路无话终于是安全到家了。到了22号，也就是第二天，这个姐妹又联系了小 G， 说他爹呢找了一个哈利波特，花了1000大洋给他处理了一下。那本来呢是想找那个卖二手车的亲戚，又觉得不至于。首先呢他没出事儿退一万步来讲，万一是喝酒喝多了看错了去找人家呢，太伤和气。好了，那很快呢就来到了3月23号，姐妹呢跟咱们小 G 去市里办事儿。去的路上很顺利，这个事儿办得也很顺利。那下午回家呢，两个人很开心在快到一个红绿灯口的时候，小 G 刚把手机放下来，他看到前面是绿灯，但就只剩2秒了，就要变黄灯了。他不想让姐妹儿去抢灯，就说了慢点开，等下个灯赶不上了。结果不说还好话音刚落，他姐妹儿直接是猛踩油门，提速往前冲。眼看着这个车子呢马上到斑马线上了，小 G 本能的往左右两边看了一下情况，结果就看到右边有一个骑电动车的老头，不紧不慢的往对面去就马上就要跟姐妹的车给撞上了。小 G 赶紧大喊让刹车，那姐妹呢才反应过来，往左边打了一下方向把这个刹车给踩死了。那这个车子一停下就回头一看，老头连人带车已经倒在地上了。当时的第一反应完蛋了，出事了。下了车呢就往老头那边跑，还好这老头呢只是被吓到了并没有受伤的地方。那当时呢俩姑娘呢已经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了，结果老人自己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不等他们说话，先给他俩道歉了，说这个不好意思就一下呢把这两个姑娘真的不会了。还是小 G 呢先提议去医院看看所有的费用呢他们出。老头当时听了之后呢就摆了摆手说也没有碰到，没事儿，你们的车子没事就行，还专门伸头看了一眼车子。
那既然两边都没事儿，那个小季呢跟姐妹儿道完歉就准备上车了。那这个时候呢，老头好像是刚刚想起来什么啊，就冲他姐妹儿来了一句啊，说这个年轻人开车就好好开，让那个姑娘给你抱着孩子也行啊，开着车呢，你咋能让孩子趴你脖子上呢？这不安全啊，下回要注意。后面的话呢，小季是不知道姐妹儿有没有听进去啊，反正他是没有听进去，脑子已经空白了，丝毫不夸张地说，汗毛瞬间立了起来。小 J 呢跟姐妹儿对视了一眼，俩人明显都慌了，站在车边上也不敢上车啊。过了好一会儿，这个姐妹儿呢给她男朋友打电话，让他过来开车。挂上电话，这姐妹儿呢有点抱怨啊，就冲这个小 J 说了：“你说你啊，这眼看着就红灯了，等等呗，非要让我去抢个灯，差点出事儿。这往后我开车你少说话。”小 J 呢先是一懵，接着笑了啊，被气笑的，说你人是不是被吓傻了啊？你开车你做梦呢啊？我说我让你停车等灯，你还猛踩油门，你耳朵不行呢就去买个助听器，你没钱我给你兑。姐妹儿呢也是暴脾气啊，正要开嘴骂，猛地怔住了，结结巴巴的说：“你说会不会是车的原因？”那小季呢也瞬间反应过来了，俩人呢又是很长时间的安静，一直等到她男朋友过来。本来呢是想让她男朋友呢把车子给开走的，但是刚才俩人一沟通，又觉得不行，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这个车子啊就近找了个路边的停车位。回家呢，这姐妹就跟她爸说了这个事儿，她爸一听这次呢是真来气了，毕竟自己闺女啊差点出事儿了，连夜给这个卖车那个亲戚打了电话。一开始呢对面很硬气啊，就直到姐妹把今天的事儿给说了，他才交代。原来呢到姐妹这儿，这已经是第3代车主了啊。第一任超速撞死了在路边玩耍的孩子，听说当时孩子呢先被撞飞好远，车子没刹住，又碾了一遍，拖行了10来米啊才停下来。后来呢这个车子啊就辗转到了亲戚的手里，亲戚呢对这辆车发生的事儿清清楚楚，但是呢他一直呢就自诩啊不信这些牛鬼蛇神的东西，所以第2任车主买的时候他也没说。但不到1个月啊，第2任车主呢就找过来了，跟姐妹的情况差不多，经历了一些无法解释的事儿。那亲戚扛不住了，最后是交代了。2代车主呢一开始想把这个事儿给捅出去的，但亲戚花钱把这个事儿摆平了。那之所以他还敢把这个车子卖给姐妹儿，主要是他觉得最多呢就是有点邪门的事儿，又没有受伤啊，又没咋地。那出了这个事儿的第2天呢，姐妹儿就找了市里一位很出名的哈里啊。最终这个事儿呢算是处理好了，但细节呢他不让多说啊。不过人家也说了，第一次找的那位哈里呢也不能说是骗子，但本事的确不到家。好在那个孩子呢没有恶意啊，因为一些不可说的原因被困在车里了。在他的眼里呢，他只是在跟小季啊他们俩做恶作剧，其实呢有点同情这个孩子啊，小小的年纪正是无忧无虑玩耍的时候出了这样一个意外。所以各位父母啊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啊。还有就是，其实很多东西呢，并不都是负面的啊，害人的，包括那个老头，也并不是像网上说的啊，老人都喜欢讹人，所以大家呢，也不要被太多互联网的信息，裹挟了。真的，最近呢，就看到很多这个朋友啊，很多年轻的朋友，似乎就是网上怎么说啊，他们都一股脑的去相信啊。那其实整个事儿里唯一不好的，只有卖车的那个亲戚了。好了，我是老朴，我们下个故事见。